母亲意下如何？母亲，我自知这些京中贵妇嘴上最不饶人，他们将你的双腿当作茶余饭后的取笑谈资，更是恶意揣度你当众告发丈夫一事。但也正是因你久居后宅，不愿出门露面，这才给了外人编排胡诌的机会。人言确实可畏，但你何不借此机会，打破那些流言蜚语？你是健全之人，如何了解残缺之人的痛楚啊？这些年来，我顶着赤脚鬼之名，母亲尝过的奚落，我未必没有体会过。母亲，无论日后如何，你终究是要走出这后宅。若有人欺辱，咱们便坦坦荡荡地驳回去；若有人敢放肆，咱们便让那些小人再不敢造次。有女儿陪在你的身边，你不再是一个人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起来，那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？叫那陶嬷嬷赶紧赶出去，罚也罚了，真是鬼哭狼嚎的，叫人心烦。母亲再忍几天，我将她放入监家阁，是向周如茵示威，也是留下一只鱼饵。那应该把它丢在鱼池里，养着。我已经吩咐陈嬷嬷，时刻注意她的动向。若广同院仍不死心，还想生事，便一定会来暗中勾结。大理寺那位怎么也来了？他不是从不参与我们这些宴席吗？怕不是也想来相看个田房夫人吧？走吧。多气派啊！哦，慢点走，师傅。夫人，慢点。这是何人啊？似乎是当年阮家的那位小姐。哦，诬告自己丈夫的妇人就是她呀！险些害死全家老小性命，还敢出来抛头露面，要是我，羞也羞死。我们受困义南会馆那日，情势危急凶险，我母亲菩萨心肠，不忍眼睁睁看着无辜之人枉送性命，这才不顾自身安危，冒险检举自家罪责，只为拖延时间，为他人换得生机，此乃大义之举，有何可羞愧？海燕，不必与他们争执。是，母亲。庄夫人，请。
昨夜商议之事，你有几成把握？一用10分力气，只有5成把握。5成？我官身已失，能有5成把握，三小姐还不满意啊？若不能将那位贵人请来，今夜便功亏一篑。我再去打探一番，你见机行事。好。陈嬷嬷，我来吧。好。见过庄夫人。庄夫人行动不便，久居后宅，今夜竟肯露面，可见是多把女儿婚事放在心上，当真是母女情深啊。那是自然。庄家可当真是养了个好女儿，竟肯背诗救家。若换作是旁人，哪家未出阁的女儿敢与男子肌肤相贴？是哦，我说错了，是死人，也算不上男子了。尸身虽然肮脏不洁，可与庄家妹妹这英勇之举相比，女子的清誉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这位小姐所言极是，吾有此女，乃庄家之幸。昔日有平阳昭公主为父出征，浴血奋战，又有谢道韫于家族危难之中，率女眷持剑保家。我女如今背诗救家，不过是一件小事，不必过分夸赞于她。听闻庄家妹妹文采斐然，乃女中诸葛，不知是否虚言？今日咱们正好一起来猜猜灯谜，如何？自当奉陪。商周有，秦汉无，唐朝有，宋朝无，打一字。谜底为口字。看来这哄小孩的玩意儿是难不倒三小姐了。天作丝丝道难行，含泪挥手送君行。打一鸟鸣。取纸笔来。庄妹妹，谜底是鸟鸣，你这4字恐怕对不上吧？谜底是陆琴，对不对？可有什么说法？别是胡乱撞上猜对的。麻烦将灯谜字条给诸位看一眼。若我没猜错，你方才念题之时，怕是漏了谜格为题吧？古人猜谜，自《左传》时便有记载，后兴盛于民间。字谜由谜面、谜底和谜格3者组成。所谓谜格，就如同词牌名，不同的谜格有不同的规定。曹娥格出自广陵18格，是最古老的制谜格式。曹娥格规定，谜底为2字或4字，每个字须由左右或上下拆分为2个字，才能扣合谜面。所以，雨露人离，是为陆琴。三小姐不仅文艺皆通，连字谜来源都能说出，果然出众。失礼了。多谢。李小姐，还猜吗？自然要继续，请庄妹妹为我们开开眼界。请。我自当是看错了，庄家那位瘸腿主母，今夜竟然露面了。你是说阮希文？可不就是她？
他看起来如何？只怕也是岁月催人老了吧？这脸上长了皱纹褶子没有？头发可有生白？还是那般一步也走不了吗？您去瞧瞧不就知道了。谁带了胭脂来了？真漂亮。是。母亲，这道字谜简单，怕是难不住庄妹妹。柴火棍靠着扁担走，打一4字俗语。庄妹妹方才言之凿凿，怎么连这逗趣的字谜都猜不出来了？一瘸一拐可对。既如此，我也请诸位猜一灯谜，欲认字行当从头，谜底2个字。怎么？你们都不知道？我不知。庄雨山，你也不知？我从未听过这字谜。欲认字行当从头，小人是也。我身体残缺多年，亦引以为耻，羞于见人。但今夜之事，才让我明白，真正残缺之人并非是我。我们一个个好手好脚，何来残缺？这世间，多的是魑魅魍魉、牛鬼蛇神，披着一张人皮便四处作乱。但只要一开口说话，便藏不住那满嘴的腐臭之味。你敢骂我？我父亲乃当朝宰相，你不要命了？我并未指名道姓，怎么这位宰相小姐倒上赶着自认来了？姐姐莫要动怒，我只劝您一句。咱们后宅女子结交朋友，与男子行军打仗并无分别。无论平日如何称兄道弟，若是上阵杀敌之时，却只怂恿你一人打头阵，怕只是将你当作那挡箭的盾牌，祭旗的冤鬼罢了。姐姐莫要受人挑唆。妹妹及笄之日，姐姐似乎还来送过贺礼。今日受邀来这上元登宴，想必也是姐姐送的信函。我们平日并无仇怨，今日又何必翻脸？不如趁此机会结交为友，之后若有用得着的地方，您尽管开口。韩燕不敢自夸聪慧，但绝非是个只会躲在人后阴险算计，却将姐姐推出去得罪人的蠢物。况且相府事大，您更得警惕着些。莫要遭那些狗仗人势的鼠辈利用，让您四处树敌，他却只做好人。你说的，确实也有几分道理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韩燕自幼长于乡野之地，不懂京中规矩。若是方才有冲撞之处，还请姐姐海涵。若您不嫌弃，能指点一二，便再好不过了。韩燕妹妹客气了。咱俩也算不打不相识，是我受了奸人挑唆，这才一时糊涂。你别往心里去。自然不会。佳琪姐姐，你还有何事？哟，这不是阮家姐姐吗？许久不见呐！都这个年纪了，那还有什么姐姐妹妹的？谭夫人，您怎么还新擦了脂粉？
你怎么竟跟一群小辈在此厮混呢？我们当年的闺中密友都在大厅呢，不过去拒绝？梅园诗会已备好，请诸位公子小姐前去赴宴。寒烟妹妹，那我们也一起过去。家母行动不便，我自当侍奉左右。姐姐先去吧。这位便是你家三小姐吧？今夜上元节，你不去相看夫君，难不成要和我们一群老妈子去吃茶呀？去吧，有陈嬷嬷陪着呢。也好。那我们走。那我们也过去吧，今夜可得好好叙叙旧。当初你还待嫁闺中之时，便是京城风头无两的大家闺秀，不仅琴棋书画样样皆通，还碰得一手好茶。不知如今庄夫人的茶技可有生疏？可否为我们再展示一番，好让我们看一看贵女的风采？古人茶道讲究6进3点7忌，6进1为择茶，茶贵新，首选3前摘萃的嫩叶。这是雨后茶，老了。2为择水，山水上，河水中，井水下。若以这井水沏茶，暴殄天物。本朝以景德镇白瓷、青花瓷、宜兴紫砂壶为上品，而这些是前朝瓷器，粗大笨拙。看来并非我的技艺生疏，反倒是谭夫人疏于茶道了。啊，庄夫人果然宝刀未老，倒是我调教下人不力，让您见笑了。不如请这位嬷嬷随同我的侍女前去择茶饮水，顺便指点一二。老奴粗鄙，如何懂得茶道？万不敢承谭夫人一句指点。你这老憨货，能得内阁大学士的夫人吩咐，是你的脸面。莫不是你怕这满场下人都伺候不了你家主母？岂敢如此不识抬举？陈嬷嬷去吧，去教教他们。去。庄夫人，请。请。嬷嬷，请入内择茶。这是干什么？把门打开！把门打开！把门打开！开门！庄夫人，请用茶。敬庄夫人。庄夫人，敬你一杯，来。庄夫人，请用茶。敬庄夫人。
梅园不设酒席，诸位小姐可将各自姓名做藏头诗上半句，写于帖上，挂于枝头。各位公子若能以自己姓名做藏头诗，对出下半句，即可共饮一杯。这我会，我肯定能会。你看这，哎，怎么样？我不行。寒潭倒映天水一色，雁北飞去不起涟漪。云烟渺渺，孤舟之影；夕辉漫天，青丝何际。以景写情倒也对上了。寒雁，云溪。二小姐怎么一身酒气？关你何事？哎，姓何的，是谁挂的？小生不知，只知是方才刚刚挂上。青丝何际，什么意思？自古以来，文人作诗词歌赋，皆好以青丝代替情丝。分析，我今夜就问你一句话：你到底有没有主意之人？有或没有，都不必向二小姐交代吧。这个是你写的吗？是又如何？那你知不知道，我一直爱慕于你。我早已与你明白说过，你这份心意我不能成全。你到底喜欢庄寒雁什么？你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学。只要你以后不要再喜欢他了。二小姐怕是吃醉了酒，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。我没醉，我说的全都是真心话。我不管你是不是我的姐夫，我也不管旁人说我是不是痴心妄想，只要你肯点头，我便无怨无悔。为二小姐清誉着想，你我不宜在此地长谈，告辞。分析，你总有一天会后悔的。庄夫人，请用茶。来，我敬大家。来，以茶代酒，敬庄夫人守得云开见月明，重登宴席。夜已深，不宜过多饮茶。夫人心意我领了。庄夫人吃了别人那么多盏茶，唯独不吃我这盏，岂非叫人以为你我之间有嫌隙？夫人盛情难却，待我更衣回来，再敬夫人茶。有道是人走茶凉，姐妹们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您要是走了，这场面不就冷下来了？还是留下来比较好。是留下来，不如先请庄夫人更衣回来，再吃茶也不迟。
来，庄夫人，请。庄夫人请。请。三小姐，出事了。照您吩咐，我一直暗中盯着二小姐。只见她托人牵了一匹马，到临江阁后院的马厩之中去了。马？是，不过我瞧着似乎也并无异样。你先暗中盯着他，今夜事关重大，绝不能让他再搅局作乱。是。母亲，怎么了？无妨，快带我去更衣。好。好没规矩，见了长辈也不请安问好，这便是庄家的女儿？难道我还要向你赔罪不成？你这丫头，怎敢如此与长辈说话？你若敬我母亲，我便敬你为长辈。若你不敬我母亲，我又何必敬你这般笑里藏刀、阴险毒辣的东西？哎呦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呢。听说这位三小姐啊，是在儋州长大，行事野蛮出格。今年一男学子之中有传闻，她的一位同乡连耳朵都被她咬了下来。我自是个如毛饮血的女蛮子。若你再敢说风凉话，小心我连你的耳朵也咬来下9十。你瞧瞧，你瞧瞧，这样的女儿，还有哪家敢上门求娶？跪着也轮不到你们谭家，小贱蹄子，滚开！我家主母涵养过人，我家三小姐明辨是非，我这个老婆子却没那么多规矩。你既不做体面人，那我也没什么好顾忌的。就你们这帮贱贼妇，20年前比不上阮家小姐，20年后也比不上庄家夫人。这辈子作恶多端，下辈子托生成个猪狗畜生，也全是咱们的下酒菜。阮希文，你竟敢纵容奴仆，如此辱骂主子！骂的就是你！谭大学士若知他娶妻如此，怕是连夜将写下休书，将你赶回娘家去。无法无天了！你个瘸子，有什么资格来管教我？今日小水就是你，你奈我何？你这么有本事，那你站起来呀！你站起来打我呀！你站起来骂我呀！你倒是站起来！你真敢打我！你们恶女恶母，我今天跟你们拼了！回家吧！后期贵妃娘娘千岁金安。庄夫人，许久未见呀，别来无恙。
上元宴会不分主客，尽兴娱乐难免失仪。去拿醒神汤来，请诸位饮下。谢贵妃体恤。谭夫人，你也下去重整仪表吧。是。庄夫人，妾身在。母亲行动不便，小女代母亲向贵妃娘娘行礼。你便是庄寒燕？小女正是。庄夫人，你教女不严，我便让她跪下领罚，可有异议？妾身不敢，多谢娘娘教诲。我还以为苗贵妃要护着她呢。当年他们并称京城双姝，出身才貌皆为一等，难免让人来回比较。那时的阮希文，处处压苗贵妃一头，如今怎肯容她放肆？不知三小姐邀我前来，是想如何与我共事啊？我听说每年春节，苗贵妃都会出宫探亲，也曾露面于京城宴席之中。明日临江阁上元宴会，我希望能见她一面，你可有办法？为何？我想劝母亲和离。母亲她执念甚深，又献身于庄家，每日与仇人共处一室。我不想她过如此煎熬的日子。而且，若来日真有实证查出庄世阳就是裴党义子，你虽答应我不会累及家人，却并非万全之策。若能让母亲与庄家彻底斩断干系，我才无后顾之忧，才能全力与你共谋后事。可即便请来苗贵妃，又能如何呢？前日及笄之礼，苗贵妃曾赐下贺礼。我听母亲说，她与苗贵妃是昔日故友。我思前想后，若是能请母亲故友一劝，或许可行。看来此事，即便我无能为力，也得尽力一试了。难道是敌非友？岁月搓磨，你和以前不大一样了。娘娘却更胜从前，风姿依旧。性子还和从前一样。人人都说阮家小女贤良淑德，可是只有我知道，你性子执拗，天生叛逆。即便是嘴上服软，可是心里却从未服过任何人。娘娘谬赞，妾身不敢。不敢，一句不敢，两句不敢。可自本宫入厅之后，你却从未低头半分。二小姐给那红马喂了些古怪东西，将她赶到前院来了。想当年你的绣功亦冠绝京城女眷之中，嘴上说着只是无事消遣，殊不知暗地里下了多少苦功夫。可如今看来，针脚疏漏，粗枝大叶，终究还是荒废了。失忆失忆，娘娘如今自然不会把一块帕子放在眼里。
你还熏了香，怎么不似香料，倒有些草药的味道？你又做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的手脚？三小姐，如何？没能听见他们说什么，只见二小姐递给陶嬷嬷一只帕子。后驾呀！后驾！哪吒！海燕，帕子给我！拉起缰绳！海燕，海燕！俯下身子！捉海燕！海燕！捉海燕！手给我！你受伤没有？没有。不如你先起身。你背上有伤，小伤无妨。方才我并非有意。无妨。这是一只手帕，沾染了风马草汁液。方才那马是庄雨山将风马放入临江阁，又以此手帕为诱饵，企图伤害我母亲。如此年节盛会，众目睽睽，他真的是失了理智。大人，三小姐，贵妃娘娘命两位速回临江阁。
拜见娘娘。拜见娘娘。起来吧，庄寒燕，我让你罚跪，你却救了我性命，如此以德报怨，倒显得本宫气量狭小了。寒燕不敢，寒燕有错，自当认罚。久闻傅大人断案如神，可知这马为何如此魔障疯癫？回禀娘娘，今夜这场祸事，全因这只浸染了风马草汁液的手帕。那匹烈马久视风马草上瘾，嗅觉又敏锐，闻到此物便兴奋难抑。风马草？你的意思是有人要暗害本宫？此手帕乃家母贴身之物，娘娘方才已瞧出端倪。这绣工针脚粗陋，乃是有人暗中调换了家母手帕，又将这疯癫烈马放入厅中，本是意欲暗害家母，却不想险些误伤娘娘。庄夫人，你可知是何人所为？妾身不知。事出突然，请娘娘容小女探查一二，再行禀报。你亦不必遮掩了，既能调换帕子，自然是后宅之政。庄夫人，你可要我帮你料理了这桩祸事？娘娘恕罪，妾身家事险些累及娘娘御险，不敢再劳您大驾。娘娘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必要彻查祸患，降罪庄家，才不损娘娘你皇家威严。庄寒燕，你上前来。我让你上前来。跪下。把手伸出来。娘娘你。当年待字闺中，我和你母亲在马球场上有过一番比试，这只玉镯便是彩头。虽然当年是我赢了，可其实我知道，是你母亲有意相让。如今你闺阁女子，冒险驯服烈马，救本宫于马蹄之下，本宫就将这玉镯赏赐于你。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还不接着？寒燕谢娘娘赏赐。时至今日，你还是不肯将这煮茶的诀窍告知于我。
我从未骗过你，我没有任何倔强，只是随手烹煮罢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不肯信我？你赏小女玉镯，意欲何为啊？你觉得呢？华贵玉镯，看似赏赐，实则诅咒。当年那场马球赛，你故意落败，让我大出风头，赢了那玉镯，也因此得了圣上青睐。我也是后面才明白，以你这般好强执拗的性格，怎能容我胜你半球？你不过是早已看透，这皇宫只是一个金雕玉砌的牢笼罢了。你不想受困宫闱，这些年我看似荣宠无限，实则步步惊心，步步凶险，放弃了多少，牺牲了多少，又受了多少暗害。我甚至被逼迫终生不得有子嗣。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你。那场比赛是为圣上举办，玉镯并非真正的彩头，真正的彩头是入宫为妃，此事人人皆知啊。我看你卯足了劲要赢我只是让你得偿所愿，如今怎么能来怪我？我就是要怪你。凭什么我受困宫中举步维艰，就连每年出宫省亲的机会也要跪地苦苦哀求，而你却可以？我原本以为，虽然你双腿残疾，家道中落，但至少有一个爱你至深、事事以你为尊的男人。却不料，即便你已残疾，却还是有人想要暗害你的性命。阮小姐，你也终究没能逃脱这牢笼。看我过得不好，你很开心吧？可惜我双腿残废，不能给你下跪，否则你更是要沾沾自喜，洋洋自得了。放肆！娘娘，谭大人到了。进来。微臣拜见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谭大人，素闻你医术高超，更有一手精妙绝伦的针灸之法，能让双手残废之人在执笔写字。庄夫人双腿残疾多年，辛苦您为她瞧一瞧，看看是生病了呀，还是中了邪。微臣遵命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庄夫人得罪了。你要干什么？谭大人不必再试，我双腿因受杖刑，筋骨已断17年。当年在家医治许久，那些大夫们都说，再无站起来的可能。庄夫人，请问，17年前您是从何处请的大夫？我丈夫寻的名医。只怕这些所谓名医，皆不可信。什么意思？
您双腿筋骨是有陈年损伤，但若伤愈之后勤加练习，不至于瘫痪至今。你的意思是，那些大夫都是在骗我？或是医术不精，或是有意暗害，我暂不敢妄下定论。枉你聪明一世，竟被人害了半辈子，却未察觉。郑夫人切莫动怒，方才我搭您脉搏，亦有积郁多年之象。只怕这些年来，你心怀极重怨念和恨意，更加损伤了自身，从而导致瘫痪多年而不得痊愈。否则，即便当年医治不当，如今至少也能跛脚走路。那以现下情形，我还有可能。若您信得过我，从明日起，我便每日前往贵府为您施针医治。但医体更需医心，最终能疗愈几分，还要看夫人能否放宽心怀，理顺气血，不再耽溺于焦灼恼恨之中，而自伤五内。那就是说我，那就是说我还可以再沾染吗？虽不敢保证你像从前一样健步灵便，但自理生活应该并无妨碍。一旦你双腿痊愈，你就自由了。你失去的东西，又可以失而复得。阮希文，来年上元节，本宫要亲眼看你从轮椅上站起来，在屈膝伏地跪在我面前，你我这一局才算定了输赢。我知道，方才这场祸事，全是由你而起。无凭无据的话不要乱说，这可是死罪。你不必惊慌，我本无意揭发你，否则方才在贵妃娘娘面前，也不会替你遮掩。你又会安什么好心？我确实无意帮你，但也从未想过要害你。只是从今往后，你也有把柄落在我的手中。你若再敢对我母亲造次，我也绝不会轻饶于你。你别以为我会怕你，大不了就是个死。庄雨珊，你我虽然血脉相连，却并无姐妹之情。只是看在同为女子的份上，今夜我再劝你一句：我们这一生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去追逐，你不必为了一个并不爱你的男人，把自己变得如此不堪。是啊，
今夜我失败了，但你也不必如此耀武扬威啊！你还是不懂，我从未与你对局，又何来成败一说？你庄寒燕是不战而胜，在你这种阴险小人面前耍手段，就是我班门弄斧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绝不会就此认输。主母，夜已深了，咱们也该回家了。你先出去吧，我想自个儿待会儿了。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想去那座大宅院，却半步都不想再踏入。希文，宇文先生也来参加上元灯宴。近日上元灯会，只见京中儿郎女眷，幽会结交，情谊缱绻，让我想起还有一件旧物，当年未能交予你。什么旧物？玄勋束帛，栗皮对燕，绸缎玉器，文马脱甲，阳穗丹青。这些年，每逢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就会将这聘书礼单拿出来看一看。只可惜，当年情定之人，却始终不得成双成对。宴席已散，你来晚了。宴席已散，人未散。若还是有酒兴，你我再饮上一杯，那又何妨？希文，你既不愿再踏入那旧地，又何必如此自苦呢？这世间天大地大，总会有你的容身之所呀。好，我不逼你，只将这聘书礼单物归原主。我就等你一句话。你怎么也在？苗贵妃不但留你母亲小聚，还为她请来了宫中御医。三小姐果真料事如神。你如今官职已卸，还能将一朝贵妃随意指使，也算神通广大。此事并未耗费多少力气，我只是将庄家主母露面临江阁的消息传至苗府，她便不请自来。
原以为是故友，后以为是宿敌，如今看来，或许他们不过是一对同病相怜之人罢了。同病相怜？那病灶为何？他们都嫁错了人。那你呢？什么？婚嫁之事，你有什么打算？世事艰难，能够好好活着已是不易。男欢女爱，白头偕老更是难求。我从不敢奢望，也并未做什么打算。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美满，你也从不向往。我很小就明白一个道理：人心难测，情意生变。我不愿将此生希望系于一个男子的喜怒之间。但庄家不宜久留，难道你想一辈子都受困于庄府？我并非不愿意嫁人，只是婚嫁之事于我而言，并不是为了什么风花雪月、白头偕老，更像是寻一处长久的容身之所，让我能够安身立命，不再受他人的欺辱折磨，不再受颠沛流离之苦。如此，便已是人生大幸。你当真这么想？当然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夜深路重，三小姐早点回去歇息吧。这几日的针灸见了成效，此乃经脉贯通之兆。郑夫人，您若是再吃不住痛，大可以喊出来，会好受一些。10几年都没有知觉，这点皮肉之苦，我甘之如饴。从今日起，还要继续服用汤药，另外，不可整日全坐在轮椅上，要时常下地走动。开始会辛苦一些，但只要心智坚定，一定会缓缓好转。谢谢，谭大人。我母亲还需要多少时日才能痊愈啊？这疾病已久，痊愈太难，我并无十足把握。不过，小病医体，
大病医心，只要夫人放宽心怀，谨遵医嘱，多则数月，少则数日，虽难痊愈，但定然会有起色。谭大夫，我院中这些仆人皆为亲信，您为我医治双腿一事，他们都会替我保密，还请您对外直说，为我调养身体便好，以防万一。夫人放心，我自明白。主母，主母，母亲，没事没事，让我自己来，我至少要自己站起来。把拐杖给我。好，来，你们都让开，我可以的。母亲，主母，你没事吧？歇息一会儿吧。没事。来，擦一下。我来。韩燕，上元登宴，苗贵妃不请自来，还有宇文长安，都是你安排的吧？这些都不重要，母亲的心意才最重要。什么意思？若母亲双腿痊愈，无异于重活一世，难道愿受困在这宅院之中？你如此费尽心思劝我离家，谭大人也要我放下旧日仇怨，但这何其艰难！即便是我真的愿意离去，难道多留你在这虎狼穴之中？母亲是想让我随您一起走。主母，今日又收到3张拜帖。三小姐上元登宴驯服烈马，又得苗贵妃亲赐玉镯，这些权贵人家呀，就都起了求娶之意。是啊，还有好几个媒婆想要登门拜访呢。这其中倒是有几户好人家。韩燕，是走是留暂且不提，这些更替也暂可不看。你要如实告诉我，你跟福家姑爷到底怎么回事？母亲这话何意？自你归京入家之后，他就3番5次的助你，他是否对你动了情意？他是帮过我许多次，但此人心思捉摸不定，女儿亦不知他究竟是何种心思。那你呢？你是不是对他动了情？韩燕，爱情是美好的，能得一心意相通之人，风雨同舟，休戚与共，乃人生幸事。我们身为女子，追求爱情并没有错，错就错在将爱情作为此生唯一的寄托。你方才问我，是否要我与你同行？我的答案是不要。你我虽是母女，但我不能伴你一生啊。我希望你有自己的人生，有自己的挚友和爱人相伴，而不是成为我的附属品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女儿明白。我对傅云溪或许也有情谊，但这其中
夹杂着感激、惧怕，甚至有过恨意。女儿愚笨，尚不能分辨清楚，但怕是没有许多时间让你考虑清楚了。母亲这是何意？你父亲近来被翰林院那位西洋儒士的公务缠身，也对你的婚事仍十分上心。听说他应下了很多庚帖，都要一一的会见相看。母亲觉得他此举是为何？我与他相处了20年，何须猜测？你与傅云熙之间都有牵扯，他多少也能看出点端倪。傅云熙负责追查裴党一词一案，早就让他心生忌惮，自然是希望早点把你嫁与他人，与傅家少一点来往。加上今日你我母女2人越发亲近，他心中有鬼，自然惴惴不安，怕我们合起伙来又给他惹出什么祸事罢了。既如此，这些是干柴，装式样就是火种，就让他们烧去吧。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探一探傅云熙的心意如何。好。早闻庄大人教女有方，今日冒昧登门，实在叨扰。若不是我央求了好几回，母亲还不肯来呢。这孩子平日里惯会说话，今日到了贵府，反倒失礼胡言了。不妨事，不妨事。我看薛公子倒是个性情爽快之人呐。若是赶在春闱之前将我与3小姐的婚事定下，那便是喜上加喜了。在下见过岳父大人、薛夫人。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婿冒昧登门，只因担忧岳父大人暗通裴党一案。姑爷，此事早有定论，你又何出此言呢？无有治，死无对证，此案仍有不少疑点。我听闻大理寺仍在暗中调查岳父大人，这才前来慰问一二。岳父大人可好？我未曾听说此事，何人调查我呀？岳父大人见谅，此前兵部员外郎杨大人暗通裴党，不但满门抄斩，更是株连9族，就连他的亲家公和亲家母都被拉上刑场砍了脑袋。如今小婿一家老小的性命都系于岳父大人是否清白呀！小婿心中实在不安。庄大人，既然有贵客到访，那我们就不再多做打扰，我们先回。母亲，您怕什么？3小姐背尸法场，救下满门，那是满京城传颂的英雄壮举，庄家一定是清白的。你又在胡言乱语什么？快走，快走！对不住，对不住啊！庄大人，庄大人，我与3小姐八字相合，乃此生良配，您千万莫许他人。庄大人，姑爷，你这是……抱歉，惊扰了岳父贵客，在下也先行告退。哎，姑爷，大理寺为何调查我呀？我是清白的。大人，何事？薛家公子于酒肆中胡言乱语，说他今日去庄府提亲，以得3小姐中意，择日便要婚去。给他点教训便是了。可是他手拿一只锦帕，四处招摇撞骗，说那是3小姐赠予他的定情信物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快起身，快起身！哎呀，这折煞在下了。庄大人，求求您，求求您放过我家那不成器的儿子吧！千错万错，都是犬子的错，我已将他一顿好打。你如果不接气，你拿鞭子再抽他一顿，我夫妇2人全无怨言呐。对啊，快起身，快起身！快去再催催韩燕呐！大人呐，庄大人，庄大人，求求您！韩燕，父亲，这是3小姐，今天是我儿冒犯了您，求求您就饶过他吧。犬子做出如此不耻之事，实乃本官教子无方啊！3小姐深明大义，贤德无双，还请3小姐高抬贵手，放过犬子一马吧。请2位明示。这事儿你得去问
傅少卿啊。傅云溪，是。小姐，傅家过夜求见，说是要还您遗失之物。你的锦帕，今日被薛公子盗去，险些毁了你的生命。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是我搞错了，告辞。你站住！傅云溪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就这般着急嫁人啊？那又如何？既然如此，那今日我便帮你选上一选。吏部郎中之子左应寿，此人小肚鸡肠，睚眦必报。户部提举之子陈默，此人胆小如鼠，庸弱无能。广机库副使之子曹凤仙，此人惯常溜须拍马，实属厚颜无耻之辈。这些男子与三小姐确为良配啊！还有这些呢。太子少傅之子彭冠玉，此人金项玉质，文质彬彬，绝非动辄打家劫舍、舞枪弄刀的草莽匹夫。东阁大学士之子罗成，此人德爱礼智，光明磊落，绝非心怀叵测、满腹奸计之人。中书省员外郎之子邱明，此人虽然无甚才能，但却敢不顾他人戏谑调笑，放眼此生，只取一妻，还要为未来发妻守身呢。不知姐夫觉得这些人如何呀？做三小姐有意，全部招为赘婿才好。告辞。大人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三小姐今日前往福源寺为母亲烧香祈福，有个叫何文胜的往庄家送了拜帖，还买通了庄府车夫，探知三小姐今日行程，一路跟到福源寺去了。何文胜，听说此人虽出身寒门，却颇有文采，下月春闱必得高中。此人倒有些手段。不过大人，卑职有一妙计。说。好，我与哥哥蒙上黑金，快马加鞭前去劫道，那厮文弱不堪，必定吓得屁滚尿流。正当我和哥哥欲欺辱三小姐之时，大人身骑白马营救美人，如何？孩子把戏，我才没那么无聊呢。咦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三小姐恕罪，这小路难行，车轮竟垮掉了。这可怎么办？你出门前怎么不检查一番？这，小生何文胜见过庄小姐。这是，何公子见笑。庄小姐，你若不嫌弃的话，坐我的马车回城可好？荒山野地，才子佳人，二位好兴致呀！光天化日，你们想做什么？还在给老子逞英雄呢！我看你这穷酸样，也没什么好抢的。你把女的留下，自己滚！我乃荆轲举人，你们要是敢胡作非为，官府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我们黑风寨做劫道生意，就从来没有怕过官府。滚！庄小姐，你快跑！小姐快走！听见没？小姐，何公子莫慌。你们是要劫财还是劫色呀？继续啊！若你们不动手，你们的主子又如何现身呢？什么主子啊？尊家来都来了，怎么还不现身呢？这场戏还没唱完呢，难道就此落幕了吗？小姐，哎呀，走啊，走，走，这哪儿来的黄鼠狼啊？不安好心，看我不砸死你！小姐。
大人，若无他事，我们便先回去了。滚！哎，这，快走走。大人，还有何事？庄家三小姐派丫鬟送了一盒脂粉，说是给您遮丑用的。滚！傅云溪近日这番行径，你如何看待？母亲觉得呢？他对你有情。若当真有情，也该表明心意了。主母，三小姐，您快去前厅看看吧。怎么了？何文慎又来了，似乎是来提亲。老爷已经在前院跟他商谈了许久。此前拜帖并无回音，我只以为是庄大人已另有人选。何公子人中龙凤，前途无量，与我们庄家又是一南老乡，亲上加亲呐，哪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呢？庄小姐，韩燕见过何公子。韩燕不必多礼，你们二人已有婚约了，待春闱过后，择一吉日便可成亲了。婚约已定。韩燕，方才庄大人做主了，已为你我定下婚约。父亲，我何公子虽家门薄弱，却乃千里奇迹。下月春闱，哪怕不能夺得头筹，那也将是大有作为啊！此乃女儿的婚姻大事，父亲就这么签下婚约了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为父已经替你考虑周全了。岳父大人，姑爷，入夜到访，有何事啊？我听说岳父大人要将三小姐嫁与何公子啊。确有其事，待定下婚期，请姑爷过来喝杯喜酒啊。见过傅大人。何公子与三小姐确实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多谢傅大人。但一女如何两嫁，还得请岳父大人您赐教。姑爷，这是何意啊？岳父大人，可还记得这是何物啊？20年前，你我两家交好，为双方嫡子嫡女定下这一纸婚约。敢问庄家嫡女可是三小姐庄寒燕？姑爷，这事儿不能这么连啊！你我两家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凡事总得分个前后。我傅家婚约在前，你何家婚约自然不得作数。何公子，请回吧。庄大人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婚约是真是假？何公子，我庄傅两家确实曾有过一纸婚约。既未成亲，女方就有退婚之权。庄小姐，你若将傅大人的婚约给退了，我这份婚约就能算数。庄小姐，我虽非显贵，却也家门清白，艰苦自立。自会馆那日以后，庄小姐才华斐然，犹如睿智明珠，小生便心生了仰慕之情。我相信，依庄小姐的才智，定能分辨谁才是家婿之选。您若愿意下嫁于我，
小生对天发誓，一定在春闱之中摘得魁首，更会将你视为神女一般，敬之如宾，爱之如命。神女只应天上有，寒夜乃俗世凡人，只怕是无福消受。何公子莫动怒，我们在……不用了。我虽出身寒门，却也不受你们如此戏说。替庄小姐已有良配，小生便告辞了。何公子留步，再听我一句解释。何公子，三小姐，既然如此，我也先行告退了。傅云熙，傅云熙，你该给我一个解释。你做这一切，究竟是何心意？庄寒烟，我心中谋划的一直都是你。谋划？我早已察觉，相夫教子并非你心之所向。上元登宴，楼阁之上，你亦曾吐露心迹。既然你并不奢求男欢女爱，也笃信情义生变，只将婚姻大事当作一笔交易，以此换取金钱、权势、地位，来保全你余生不受他人之欺，不受颠沛之苦。那今日，我便与你做一场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你想要的这些，我都能给你。如何给？你做我的妻子，我做你的谋士。1年之内，我会助你成为京城第一贵女，你可愿意？为何偏偏是我？我儿难得在家吃饭，云溪啊，这都是你二姨啊特意给你做的，多吃点儿。想来你是近日公务繁忙，3餐不定吧？看看都瘦了。老母亲挂心了。若不想让我们担心啊，便趁早找个知冷知热的人在身边伺候着。母亲知道你一心扑在公务，无心情爱。可男大当婚，成家立业方是正理。何况我们与庄家的姻亲早已定下，若迟迟不肯完婚，恐怕让人误以为我们故意推拒，于理总是不合。是啊，那个庄家大姐雨晴虽为庶女，但是从小呢便养在祖母身边，那个性子啊真的是温柔娴静，你俩郎才女貌，不失为一桩好姻缘呐。你二姨说的对。云溪啊，不是二姨说你，你真的应该好好体谅一下你的父母。当年老爷他们将你收养在名下，除了心底善良、救苦救难之外，也是因为膝下无子，想要为咱们傅家延续香火。现在他们年事已高，你说不指望你，他俩还能指望谁呢？儿子惭愧，是我思虑不周。快别听你二姨胡说，我与你父亲当年确有此意，却至多只有2成，剩余的8成都是希望你这一生能够平安喜乐，能得知心人陪伴，能有儿女后代照拂。不然我和你父亲都100年之后，留你一人在这世上孤苦伶仃，我又岂能瞑目呢？我只恐误了庄家妹妹啊。我儿放心，雨晴早已点头，就等你松口了。
雨欣。玉清，你在天有灵，一定要保佑云溪早日揪出毒害你的凶手。害死雨清之人，其实是我。那壶毒酒是贼人为我备下的。云溪。雨清性子纯良，自小养在深闺，而我专司大理寺，断的是地狱阴魂之案，沾的是魑魅魍魉之血，每日在阴谋诡计、居心叵测之中求生。我早该料到有今天。我儿惩凶除恶，日夜风霜劳碌，到头来竟然连一家和美团圆的寻常生活都过不了了。和美团圆。你做我的妻子，我做你的谋士，1年之内，我助你成为京城第一贵女，你可愿意？为何偏偏是我？你迈入京城的第一日，我们第一次会面，我便能嗅到你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味道，它绝不是属于小家碧玉、深闺小姐。无论你装得多么柔弱纯良，无论你能骗过多少人，但你骗不过我。只是那一眼，我便能察觉，或许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。庄家陈年恩怨繁杂，后院家眷关系更是微妙，你庄寒燕却可以在其中如鱼得水，应对自如。我命人将那张字条藏于蜡烛之中，虽语言不详，你亦十分敏锐，察觉其中所指，确实是个聪慧之人。我一次次向你示好，蛊惑，想要从你口中探取儋州凶案的真相与秘密，你却始终不肯轻信于我，这般谨小慎微，更是十分难得。后来柴进顶罪被捕一事，我亦从中验察。你虽行事狠辣决绝，却是一个极看重情义之人。而庄家落难一事，你临危不惧，力挽狂澜，背尸救家，为达目的，更是想要出手杀我。这一桩桩一件件，皆已验证你庄寒燕确实有保家之能。姐夫求娶正妻，不求温婉贤淑，却求我这般身负命案、放肆出格之人，当真是古今罕见。我做这些，并不是要寻一位正妻，而是要寻一位同盟伙伴。多谢姐夫赏识，但你傅少卿手眼通天，何必如此处心积虑，谋求我一位弱女子做你的同盟？这些年来，我因大理寺公务，在京中得罪了不少人，想要取我性命之人更是数不胜数。这般危机四伏、暗藏杀机、刀尖舔血的日子，每一觉睡下去，皆不知能否再见明日朝阳。只是家中寡母年迈，阿芝尚幼，我不能不为他们做打算。你想牺牲一个女子的一生，来为你保家？我跟你说的这些，并非要求，而是交易。此事我也却筹谋许久，但你上元登宴那一番话，才让我下定决心，正式向你提起此事。你若有心嫁人，相夫教子，相伴一生，那一纸婚约便不再作数。从此往后，我不会再为难于你，你我二人也再无瓜葛。但你若愿意嫁入傅家，与我结为夫妻，我不会要你的清白之身，
但我可以做你的登高之石、攀云之梯，用我的权力和能力，帮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，再将你捧上高位。庄寒燕，这是一场交易，你我各取所需，但答应与否全凭你自行决断，我绝不强求。你若再不开口，我便当你是拒绝了。所以你做这一切都有明确的目的，也是，这样才符合你傅少卿一贯的作风。夜已深了，姐夫暂且回吧。我能感受到他的坦诚，但这份坦诚和我的预期背道而驰。难道他所筹谋的这一切，全然是因为看中我的能力，从未暗藏一丝真心爱吗？若做同盟伙伴，我真的可以信任你吗？小姐，小姐，您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谭大人，我送你。哎，三小姐，方才我看庄夫人满身的淤伤，几乎无处下针，想来定是每日苦练行路所致，还请三小姐多加照看，让她切莫太为难了自己。多谢谭大人提醒。我本该开一些盐湖索，帮助活血化瘀、利气止痛的，可此药近来京中缺货，请三小姐再去各家药铺问问，看是否还有剩余。是，韩燕知道了。若实在寻不到，就去找傅大人讨要一些。太医院仅剩的，方才都被他取走了。傅云溪，不知他受了什么伤？还是顺平王吴有志的案子。傅大人刑讯失守，错杀了皇亲，不但被革了职，还在永定门受了杖刑。若不是他当场昏死过去，被抬到了太医院，我还真没工夫管那等闲事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大概就是上元节那几日。你背上有伤？小伤无妨。怎么了？啊，您可知他在何处医治？南山医馆。这伤口深可见骨，若不再仔细着照护，怕是要生疮疡了。吴大夫，您快好生劝劝我家大人吧，整日东奔西走的，全然不把这个伤当回事。傅大人，要是再多挨几棍，恐怕就有性命危险了。家中既有老母幼女，但是为了他们，也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子才是。医者仁心，多谢吴大夫。不必客气，纱布不够了，我再去取一些来。傅大人稍后。好。
大人，这里有穿堂风，别受凉了。来，您坐这边。来，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以往在大人眼里，世上顶顶重要的只有阿芝和伯母，可现如今呢，为了一心救我们的庄家三小姐，您却把自身亲眷都抛到脑后去了。事出从权，正以我真实之情，才能体会到他当时的心境。那您倒是和人家说呀，他从庄家户籍除名一事，不还是您暗中帮他的吗？莫要胡说，是他母亲做的，我晚了一步。有什么分别吗？总之，您从没想过害他，还把后路给他想好了。对了，还有，您知道，一旦吴有之的尸首被发现，除了要被革职之外，您还要遭受如此杖刑，却还是躲在竹林里，眼睁睁看着三小姐把尸首挖走带入京城，自己呢，却默默承受了所有罪责。大人，您真是个情种。你再胡言乱语，小心我割了你舌头。我胡说什么了？您做了这么多，却就是不张嘴，全然不让三小姐知道，还说是为了保家才要求亲，那人家当然拒绝你了，说不定还觉得您是图谋不轨呢。此前为查义子一案，我确实险些害了他家眷，他恨我疑我都是理所应当。若我将此事告知于他，反倒像是高高在上，逼迫他回报一般。这并非我心之所愿，嫁与不嫁，都应该让他遵从本心。更何况，我确实有所图谋，才向他提出了求娶。哼，我才不信呢！如此的出生入死，百般庇护，真的只是因为图谋？真的就没有一点点动了真情吗？我当您默认了啊！哎呀，都娶过一回老婆了，有什么可害臊的吗？滚出去！行了，被我说中了。哎，大人息怒，小的先回大理寺了啊！命中注定恩怨，我寻遍这个冬天，为求一枝孤雁，画得出你的眉眼，却参不透你的蜜语真言。握紧了只愿的线，无法逆飞远。风雪漫漫，我愿化作你手中的烟，终究是我落入了为你设下的陷。真心在于欺骗，难难遇见，如何言说无情与谎言？母亲，陈嬷嬷他们呢？哎，别过来！我可以站起来了。
我可以走了。我再试试，我可以的。母亲，母亲，他怎么使不上劲儿？他怎么跟死了一样？他怎么使不上劲儿？他怎么跟死了一样？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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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勿动怒。你方才失了拐杖，还能站立片刻，便已是大有进展。这般沉疴速疾，你总要多给自己一些时间。海燕，我这双腿如果治不好，没有如果。谭大人说，大病医心。母亲可曾想过，你这双腿沉重难行，除了病痛以外，是否也是因为他们脱产着太多愤怒，太多仇恨？你越要强，越急功近利，便越寸步难行。母亲，我背你回去。好。幼时学步，你也曾摔疼过吧？早就忘了。那时我没能陪在你身侧，现在又要你陪我重新学走路。我们母女错过太多，但未来还有许多时间和机会，让我们慢慢弥补从前。在梦里看见你笑母亲，这也算是你教过我走路了。主母，主母，您能行路了？是，恭喜主母。您蜷坐轮椅17年，不日便要痊愈了。
这么晚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若我真的日后能够痊愈，就由我来为你端茶送水。主母说笑了，老奴愿意伺候你一辈子。太阳真好，从未见过母亲如此开怀。我自知谭大人医术高明，但我双腿残废已是定局，不想今日真的见了成效。那母亲下一步如何打算？韩言，若我能够放下那些陈年旧怨，你也可以吗？苗贵妃说我失而复得，重获新生。谭大人命我卸下心中愁火，宇文先生要我离京隐居。你也曾经说过，我这双腿若能痊愈，无异于重活一世。还有那段少年时的情感，20年前，我也因为庄世阳错过一次。若今日再为他错过第二次，那才是为他糟蹋了我的一生。或许那些前世旧怨，真的不该再追究了。母亲决定要走。20年前，我是从庄家大门光明正大嫁进来的，如今既要离开，我也不想避人耳目，逃之夭夭。我也要光明正大的走出去，我要与他和离。只怕父亲不会轻易签下这份和离书。我若拿不到和离书，即便是离开庄府，这一辈子也是庄世阳的妻子。我讨厌这个恶心的名分，我要与他断得干干净净，彻彻底底。母亲，此事交由我来办吧。我自会与他商议，你不必出面。且让女儿一试。您现在只管安心休养身体，早日痊愈为重。你可是有什么法子？攻敌宜攻其要害，莫非母亲忘了父亲最怕的是什么？无非是一子一事。母亲不必担心，女儿不会贸然行事。待与傅云熙商议之后，再行筹谋设局。其实我也一直想追问你，傅云熙既然已经挑明心意，那你有何打算呀？若我说我想留下来呢？你有意嫁他？对我来说，他至少是个不错的盟友。韩言，你说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感是什么？喜欢？真爱？不，是信任。人生多苦难，多坎坷。婚嫁前，你的人生盟友是父母；婚嫁后，你的人生盟友便是丈夫。傅云熙是那个你足以能够信任的人吗？我愿意信他一次。韩言，此前我鼓励你追求爱情，但今日我也要给你提个醒。在世人眼中，贤妻良母是对我们女子最大的褒奖，但你要爱自己，
选择做自己，再做一个好妻子，一个好母亲。我尽心竭力医治双腿，就是为了追寻自己的人生。无论你今后婚嫁何人，我都希望你不要倚仗他人而活，为了他人而活。女儿谨记母亲教诲。不出2日，三小姐为何突然改变了主意啊？傅云熙，我可以相信你吗？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对你从无恶意。但你还有秘密。每个人都有秘密，即便是寻常夫妻，亦少有彻底坦诚。若我答应嫁你，你是否能答应我2个条件？请说。第一个条件，从今往后，我不求你主动坦诚以待，但若我心中存疑向你发问，无论何时，你都不可瞒我，必须如实作答。你能做到吗？我答应你。第2个条件，我要一封和离书。我母亲已决意放下旧怨，从此离京隐居。但在此之前，我必须要让庄世阳签下和离书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你此前言之凿凿，庄世阳乃裴党义子，我要尽快拿到此事实证。令尊藏巧于拙，工于心计。若如此轻易便能拿到实证，我早将他捉拿下狱了。我自知此事不易，所以才需要你傅少卿与我共谋此事。虽实证难求，但若能让他当面自认，或许可以作为制衡他的把柄，让他签下和离书。你有办法？你可知当初我为何认定庄世阳极有可能就是裴党义子？此前我问过你，你并未如实相告。儋州商会会长口供说，前年6月曾在儋州夜会那义子一面，而我回京之后，探查了那12名义南官员前年行踪，包括我的王府，其中11人皆未出京，只有庄世阳在那段时间称病不出，行踪难定。行踪难定，也就是说，仍无确切证据。还有一件事，多年之前，我曾受裴大夫邀请，去往他家赴宴。那日席间，有一道义南名菜，名曰福寿全，食材汇聚海陆之珍，烹饪更是颇费功夫，味道自然也是鲜美独特。去年初秋，庄府家宴，我竟再次尝到那个味道。我凭着模糊记忆分辨，只觉得与裴大夫千岁宴上的味道一模一样。当时我只是心生疑窦，难道向来与世无争的庄世阳，也与裴大夫暗中有所牵扯？而儋州之行则让我越发确定，深藏在迷雾之中的裴党义子，就是庄世阳。原来如此。那道福寿全工序繁琐，非最新烹饪之人无法上手。我也曾担心错无好人，事后尝遍京城酒楼，可即使有人能做出相同的菜品，但味道却各不相同。你可曾喝过金华酒？自然喝过。那道福寿全之中，是否有几分金华酒的味道？如此说来，确有此味。你是如何知道？我在儋州时曾听闻，福寿全的诀窍在于以陈酒抚味，而入京归家之后，发觉父亲做菜好用自酿金华酒。想来正因如此，这味道才独一无二，也让你察觉了线索。看来确实如此。所以你想用这道菜来调他出来？
此事不易，但你我里应外合，或可一试。老爷，若音，这道菜从何而来？老爷，这不是你拿手绝活吗？我今日并未下厨啊。父亲，都出去吧。老爷，出去。是。老爷，您怎么自己起来了？妾身伺候您穿衣服吧。啊，无妨无妨，你先歇歇。老爷，这怎么了？这哪儿来的太监衣衫？老爷恕罪，妾身也不知道啊。这今夜子时就地重访，拜见千岁。老爷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乱动什么？老爷恕罪，老奴方才只是在分菜，但没想到下去，下去。是。这大冷天的，非叫我老婆子来喂这畜生，真是比人都金贵。吃吧，吃吧。谁在那儿？快来人呐！有刺客！大人饶命，我就是个粗使婆子，不是主家。你去转告庄世阳，故人求见。故人，此事隐秘，勿有声张。速去。庄大人，许久不见，敢问阁下是？黄参议，庄大人莫怕，老夫并非冤魂。你不是被傅云熙给杀了吗？许多人都瞧见了。眼见未必为实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是今日才知晓，裴掌印那位神出鬼没、身份神秘的亲信义子，竟然是庄大人你。你这只老狐狸隐藏的可够深的呀！你在胡说什么？庄大人不用再言，老夫今夜是奉了裴掌印之命而来，召你前往老地方会面。什么老地方、新地方？你究竟是人是鬼？说什么鬼话？
看来庄大人还是小瞧了裴长印。他老人家在狱中畏罪自尽，乃金蝉脱壳之法，实属掩人耳目罢了。更何况裴长印乃1000岁之躯，只怕是你我都入了土，他老人家依然可以绝硕而活。你个裴党余孽，莫在这胡说！3日之后，裴长印便会前往南阳避世。今夜命你就地重聚，是为拿取你代为掌管的钱财。话我是带到了，你若还是不信，那只有裴长印亲自来请了。庄大人，好自为之。告辞。子时3经，平安无事，风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庄大人，姑爷，韩燕，今夜大理寺少卿办案，不论血缘亲疏，只论善恶对错。父亲，此前母亲对你的指认，傅大人对你的指认，我始终半信半疑。若非今夜诱你此地赴约，我险些也要被你骗过去了。你这身装模作样的本领，不去梨园唱大戏，当真是可惜了。跟我回家，我有要紧话跟你说。你还有什么弥天大谎不能在这里说？庄大人，事已至此，你还在演戏？你再说那知识，那咱庄家就真要大难临头了，你也不为你母亲着想吗？我正是为我母亲想，才费心设下此局。父亲既已中计现身，那便快快招认吧。那裴党义子，是否就是你？皇参一直说今夜就地重聚，你却能寻到这偏僻破庙之中，你不是义子，还能是谁啊？我是寻到这偏僻破庙，而你们不也早已等在此地？皇参义是你们请来的吧？他口口声声说裴掌印3日后要去南阳，裴掌印要亲索财物，他说谎。裴掌印早已死了。为何庄大人如此断定？裴大福必死无疑，再无生还可能。裴大福狂妄自大，惜命如金。他在诏狱畏罪自尽，只是对外的说辞而已。他真正死因是常年服食慢性毒药，身体早被腐蚀，这才暴死狱中。此事十分隐秘，并无几人知晓。难道这毒也是庄大人你亲自下的？你既然知道裴大夫绝不可能活着，今夜又为何前来？韩言，我是为了你呀，跟我回去，什么我都可以跟你说。你莫要帮着狼子野心的人，这会害了我们，害了你母亲，害了全家。跟我回去。傅大人，你步步紧逼，于你何意？我虽暂时卸职，但终究乃大理寺少卿，缉拿裴党归案一直是我分内之事。你是为了私吞裴掌印财产？如此说来，你终于承认你就是裴大福义子。私吞财产？不然呢？傅大人，你何必非要害我？你也放过韩燕吧，你何苦让他涉险入局？我今夜干尸诱饵冒险前来，就是为了救我的女儿，请你莫要再离间我们父女之情。庄大人这操纵人心的把戏，果真是炉火纯青啊！傅大人，
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裴长印已死，你我都曾身不由己，如今又何苦为难彼此？今夜我来向你求和，只要你愿意偃旗息鼓，我们便相安无事，实在不必闹到鱼死网破的地步。鱼死网破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傅云熙，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傻丫头，他太多事情瞒着你。京中盛传，傅少卿颇有城府，工于心计，绝非浪得虚名。他利用你接近庄家，暗中调查我，目的就是为了私吞财产。左行长倒台后，圣上下令彻查裴党余孽，想必你也日日担惊受怕，夜不能寐。你口口声声还要救出义子，实际上你是为了保全你的性命啊！难道你也与裴大夫有所牵连？岂止是有所牵连？京中这番胡闹是傅大人贼喊捉贼。我把话说明了，我确是裴大夫义子，我虽帮他保管财产，可我从未害人。你若不是这般紧闭，我不会猜出你是谁。有哪条律法规定裴大夫只能收一个义子？原来左行长余孽，裴党义子，也是你傅云熙。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我发问，你便如实相告。那你告诉我，裴党义子到底是不是你？是我。他曾记他从前满身疤痕，他忘了他是谁，扮作贵人。夜幕沉沉，庭院深，迷雾阵阵。他已走入这战场，不容分身。几分爱，几分恨，不必追问。谁是假，谁是真，还需辨认。畏惧之中求温存，难免被笑天真。狼烟燃起号角吹，谁能脱困？他愿化作利刃，至今不退，杀入这古城。即便狭路相逢，血染双眸，已无怨无恨。不信神负天定，不求归身，紧握手中人。寒冬君也难白，为他悲伤至结局。杀入这